这里感觉有点寒哦。这里应该是全柬埔寨最诡异也最惊悚的地方哦。我现在全身发寒哎，超夸张哇！难怪他评价好，很好吃哎。他扮演着保护旅人的角色。早安啊，各位！今天是在贡布的第2天，我今天特别的早起，因为我今天要去比较多地方，而且都超远的，超级无敌远的。因为贡布市很大，然后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刚好在市区的东边，然后另外一个在市区的西边。昨晚睡得怎么样呢？被蚊子咬死，没办法，这种地方就是这样子哦。所以它才会挂蚊帐嘛。可是蚊帐就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电风扇这样吹一吹，然后风灌进去，蚊子也一起进来了。所以我睡到一半爬起来拿防蚊液喷在身上睡觉，也没办法啦哈，因为这样子的茅草屋就是这样与大自然共存嘛。除了蚊子之外，还有蜘蛛，还有各种虫类来跟你一起睡觉。我今天还要换另外一间住宿，在河岸的上游，很赞的住宿，再开箱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吃完早餐就赶快出去玩喽。享受一下河景吧，看一下，超美的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呢在柬埔寨贡布省最值得一访的地方，叫做波哥山，本名呢叫做莫尼旺波哥国家公园，是以过去的前任已经逝世的国王所命名的。那位国王曾经在这里造访，然后也在这个地方逝世哈。这里面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因为它是山上，所以山上完全不会热，会很凉，所以我还准备薄外套，我怕会冷死，希望不会啦哈，因为毕竟天气还是很热，气温还是很高的哈。这边都开始有人要上山去玩了哈，现在大概是中午的10点，好，我带你们上去看看喽。我们要骑大概45分钟吧，上山喽。OK， 我现在到了波哥山国家公园的第1站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神像，它叫做 Logie Mao。Logie Mao 呢，在柬埔寨的古代神话里面是一位女英雄，她扮演着保护旅人的角色。这尊29公尺高的毛夫人神像，是旅客来到波哥国家公园一定会停留驻足的一站。关于毛夫人的传说有很多，有人说她带领的军队成功击退暹罗而成为女英雄，也有人说她在山里被老虎给吞噬，因此旅客会祭拜她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，甚至传说她是个残酷的妖精，经过的旅客如果没有向她致敬，就会遭受她的攻击。我们来看一下从 Logie Mao 正对面的这块大石头这边看下去的风景，可以看得到海哦，还有一大片非常的翠绿的陆地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从这里是可以看到越南的富国岛哦。我赶快往下一个地方去吧。现在天气突然变阴了，我有点担心会不会下雨。我完全没有任何雨衣，防雨外套也没有带在身上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现在往山上的路上，后面这里有一排废弃的联动别墅，看起来应该是本来应该要很豪华，但现在完全没人住，应该连盖好都没盖好吧？很漂亮啊，这样看起来，刚刚还有一点雾，我看起来超梦幻的，有个像仙境的。OK， 我们继续往上面骑吧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 Wat Songpra Pram 五船之庙，这是全柬埔寨最高的庙，非常古老的庙，很美很美。走，我们上去看看。这里狗狗直接睡在沙堆里耶，好像蛮爽的。爬上这个楼梯就可以看到五船庙了，走吧。
就是这个，美到令人窒息，对不对？很古老的庙哦，很古老，很古老，很美的庙哦。五传庙是柬埔寨最高的寺庙，建造于1920年代，至今已超过100年的历史。五传庙这个名字来自于庙前的5块巨石。根据当地的传说，这5块巨石象征5艘船，带着早期的定居者逃离洪水，最终在波哥山上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。为了感谢神灵的保护，当地人修建了这座庙宇，以纪念这一个传奇的故事。这座古老的神庙矗立在海拔1100公尺的高山上，其独特的建筑轮廓和精湛的雕刻，不禁让人对当时工匠的技艺赞叹不已啊！我后面这个呢，就是五传之石，就是这个传说的石头在这里。可惜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要不然这个下面的景应该会非常的令人震慑哦，因为这里很高。然后下面却有一片的平地，这样子一望无际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边看下去很漂亮哎，雾茫茫的笼罩着这座庙，哇，超美的，我的妈呀！这里应该是全柬埔寨最诡异也最惊悚的地方哦。这是一座藏身在迷雾中的废弃教堂。哇，现在起雾，这个教堂在这个浓雾中真的是怪美丽的哦。这个教堂啊，是1920年代的时候，法国殖民时期那个时候所建造的，但是到了1970年代红高棉时期的时候呢，它就被红高棉政权给占据，然后作为一个防御的据点哦，所以在后面的山丘他们曾经在那边做机枪塔跟炮塔，我们进去看看啊。我这看起来有一点 trippy 呀，哦，完完全全就是废弃的，完全废弃的。这里感觉有点寒哦，虽然说旁边都有游客，但是呢，看看这一些已经废弃的建筑，这种斑驳的墙壁，还有上面刻的这些字，哇，真的是很难形容的感觉。教堂的左边这里有个没有屋顶的地方，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。感觉里面也是有几间隔间哦。这些墙壁真的很古老的感觉。这间是什么呢？哦，是厕所哎！哇！教堂后面这里有一个高高的石阶，上去看一下，是不是那个以前红高棉时期在这边架炮台的地方？跑上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有点高。这里为什么会有瓷砖呢？哎呦，我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哦，因为这里是教堂后面的制高点，教堂在那一边所以这里应该非常的适合作为一个枪炮的防御点哦。好，我们从上面看一下教堂。好，那我们下去吧，继续往前走，还有几个地方可以看。OK， 我现在身后的这栋建筑啊，是Bogor Mountain这边最具代表性的建筑，
应该先这样讲了哈。其实波哥山这一块区域呢，在20世纪法国殖民时期的时候，是开发跟建造给驻扎在此地的军人休息避暑的地方。所以其实这一块区域呢，被打造成一个度假的圣地。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啊，以前叫做 Bogo Hill Station， 有2部电影曾经到这里取景啊，一个是韩国的电影叫做 R Point， 那另外一部电影呢叫做 City of Ghost 鬼城。那各位可以去看看那个电影，就可以发现哦，他们那时候取景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废墟，而且当初就真的是那个样子。那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一个大饭店了。在 hotel 旁边那边走过来，这里有一栋废弃的建筑，也是一栋酒店啦，也是一个 hotel。哇，这栋也很漂亮哎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了，大白天的我才敢进去，晚上我就不行了。看来应该是蛮多人进来过的哦。一进来就一间厕所，哦，一个房间，这里都是房间。哇，我现在全身发寒呢。真的在发寒呢，我真的有一种不会讲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哦。虽然里面没有怎么样，然后现在大白天的，但是还是觉得，你知道这样子的地方，还是会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感觉啊。我们从外面这个楼梯上去看一下。然后跟楼下格局是一样的，我这里的玻璃真的是能破则破哦。那波哥山呢，除了我带大家去的这几个点之外呢，其实也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，有几间大饭店哦。如果说各位有兴趣在这个山上 chill 一晚的话呢，可以来试看看。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其实大概半天的时间，大概3到4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走完哦。那我们现在就下山吃个饭，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吧，走吧。我现在来到了一间叫做 Akron Noodle Restaurant 的地方。这一间其实本来是一间很老旧、很有历史的电影院，家庭式电影院。我本来想要去看，可是它已经关了，在2019年的时候就关了。然后现在改开手工面店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点的是水饺汤面。然后呢，来贡布就是要吃螃蟹嘛，所以我又加了一些螃蟹肉，所以这一碗看起来非常不错。然后再加一杯气泡水，赞！而且重点是啊。我是看着河吃饭哦，给各位看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它的水饺跟面怎么样吧。蛮大颗的哦，这水饺，蛮大颗的，馅很多。我选的是猪肉水饺，还有蔬菜猪肉鲜虾可以选。那这一碗水饺汤面啊，里面有5颗水饺，然后加面这样子是3.25块美金，然后我再加2.5块美金吃螃蟹，因为我太想吃这里的螃蟹了，这里的螃蟹太好吃了，所以加了一些新鲜的蟹肉。面条吃看看，味道还不错，有面粉香。虽然不喜欢吃煮烂面的人，可能要跟他讲一下，因为他真的煮的有点烂。汤蛮好喝的，汤很浓，但不会很咸，重点不会太甜，要不然这结果在吃什么都是甜的，你知道吗？难怪它评价好，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。那我现在要带你们看我住的地方，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，我一看到整个无语，知道吗？傻眼加无语加，你再被他供，真的来，我的房间在这里。又是茅草屋，我为什么无语呢？来哟，坐好心理准备哦，
有没有看到什么？这个阳台，哇，夸张，超夸张！这里一个晚上多少钱？25美金，还有吊床哎。好，我要赖在这里，我真的不走了。每次都这样讲，他都没有时间赖在这边，好可怜啊！好了，我这次会住2个晚上啊，我就是希望自己在这个沿河的地方哦，chill一点，放轻松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房间里面有什么，电风扇是一定要的，不然热死。然后这里有挂3把锁，我刚刚想说，一把是锁，应该是锁这里哈，然后一把是锁门口，那还有一把锁哪里？锁这里，保险箱。哇，这保险箱也是很酷哎哈！保险箱、垃圾桶，然后有小坐垫，这个也可以直接放在河岸边，坐在那边。然后这小小间的淋浴间 ，OK， 至少我可以在这里洗澡，这样。然后这衣架，哇塞，这衣架太屌了，这个衣架哎。哇 ，handmade 衣架，这样看比较清楚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然后这个竹篓放东西置物架，很有创意耶，真的有创意。然后这个门也可以关起来 ，OK， 可以哦。我觉得可能比昨天那边会舒服很多。我现在光是站在河岸边这样子，风吹过来就好舒服、好凉。希望没有蚊子啦，因为我昨天住的那个茅草屋晚上被蚊子吵到，真的是。可是我刚刚看这里有蚊帐，有蚊帐我就有点担心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一样喷防蚊液睡觉吧。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水哦，下面这个洞，我东西不能掉下去哦，我一掉下去我就剉赛了。这是刚才房务员拿来的 welcome drink， 还有 welcome fruit， 现在享用一下。Eden Eco Village 位于河流的中上游，距离贡布市区有6公里远。这里的河岸景色更加宽广辽阔，也因为远离市区而更加宁静，也更加清幽。中上游的沿岸有许多这样的旅店，如果有来贡布，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找一间停留。你可以坐在河边享用一顿惬意的早餐，一个绝对让你打从心底不想结束的早晨时光，然后向旅店借一艘独木舟，慢慢的、缓缓的在河上滑行，感受自在徜徉的美好。最后，别忘了再好好的享受人生中最浪漫的日落时光吧。下一集影片，瑞奇将骑车前往全柬埔寨最小的城市，与旅途中认识的本地朋友一起在充满鲜味的螃蟹市场寻宝，然后坐在岸边看着蔚蓝的大海，吃着美味的螃蟹，享受清闲的午餐时光。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帮我的影片按赞、留言，或透过下面的超级感谢给我鼓励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再会啦！